在台湾水饺是主食，为什么到了日本吃饺子要配饭呢？那个网友好，大家好，我是最想了解台湾的GT好耶，感谢再感谢！机电社长交朋友，每一次一推出台湾人理解不能离开胡挪文化系列，都受了大家的热烈支持。最近又有台湾朋友私信问我，到底为什么日本人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习惯？别急，今天在下又帮大家整理了5个台湾人理解不能的日本文化，今天本人为大家揭开神秘的文化面纱吧。感觉ちょっと待っとくなはれ。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按照老惯例，又要跟大家行动呼吁一下啦。有没有看到画面右下角有一个红色按钮？拜托大家帮我按下去，把机电社长交朋友频道订阅起来，就不会错过每周6上边的最新台日文化啦。お願いします。では始めましょう。台湾的大家第一次到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饺子一定吓一跳。在台湾水饺是主食，为什么到了日本吃饺子要配饭呢？而且为什么水煮的水饺会变成煎饺呢？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种说法，在下针对其中一种常见的说法来跟大家分享。相信大家都觉得饺子是源自于中国的食物吧？其实相传在西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就已经发现有用面粉笔包入食材再加热的食物了，所以可以推论出这种饮食文化是透过古代丝路传到中国之后，才透过中国发扬光大。而饺子在日本真正变成普及的庶民食物，其实是从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从中国撤退返回日本的士兵们回到武都宫宇都宮，因为非常怀念在满洲吃到的饺子，于是试着做出印象中的味道。而原本用水煮的料理方式传到日本，就变成用煎的方式。日本人的饺子里也放更多大蒜，味道更重，更符合日本人的口味。而日本是米食大国，比起只吃水饺，日本店家更习惯推出饺子加白饭的套餐，甚至是搭配啤酒的下酒菜。重口味的饺子因为和面饭类很搭，因此才在日本普及开来，成为一般的庶民美食。因此，日本的饺子文化可说是传承自中国，又逐渐演变成日本特有的饮食文化哦。另一个外国人来日本之后很不习惯的就是搭计程车的时候，车门会自己开关。基本上除了台湾之外，欧美各国家也都是手动关门居多。为什么只有日本是自动门呢？就是这正是体现我们日本人おもてなし热情款待的精神哦。1964年东京举办第1次奥运大会的时候，将计程车设计成可以由司机远端遥控车门开关，客人不用手动开门的设计，就是为了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感受到日本热情款待、宾至如归的心意。而根据当时自动门的制造商Toshin Tech株式会社的访问表示，除了奥运的理由之外，最初发展自动门的原因就是为了安全问题。过去计程车司机要亲自下车为客人开门，不但增加司机开门的风险，也因为要等车走过才能下车，花费不少时间。假如可以直接从驾驶座上控制客人的门，不但安全，更能节省时间。现在除了日本之外，香港一部分的计程车也引用这种自动门技术，是不是很贴心呢？不知道大家在看日本的电视或是报纸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歌手、演员、政治人物或是一般人，在人名的后面都会有个小刮胡，标记上这个人的年纪。等等，日本不是很重视隐私的民族吗？这样把别人的年龄大大的透露出来，不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吗？相信大家在面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心中都会想，对方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第一印象往往需要借助一些数字帮助我们初步形塑印象，在随着谈话和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建构出完整形象。所以，日本媒体会借由提供每个人的真实年龄，给大家一个形塑印象的基准。比方说，假如看到一起社会案件，写到一起意外案件，实则是某某太郎先生34岁，这时候观众就会在心里浮现34歳なのにこんな事故に巻き込まれて痛ましい这样的声音。所以，提供年龄就可以帮助阅听大众形塑
出一个人的印象。再加上日本是很重视上下关系、上下関係的民族，推测出真实年龄之后，才能决定在日常对话中是要用平辈的口吻，还是要用敬语。但这一点也受到一些人质疑，觉得会因为公布年纪，反而加深了某些刻板印象。假设一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可能就会被某些人质疑，还这么年轻，历练还不多，说出来的话可信吗？或是对某些艺人来说，年龄是自己的隐私和秘密，但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不得不公开自己的年纪，也让人非常伤脑筋呢。有在日本看过电影的人就会发现，来自国外的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影，除了字幕版之外，还会推出吹き替え，也就是日本配音版。到底为什么国外电影一定要有日文配音版呢？就是吹き替え版不是只有日本才有，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甚至台湾也有，都是为了让国外作品透过翻译变成比较符合当地风土民情的内容，让当地人更容易了解影片内容才应运而生的版本。日本最早开始有电视吹き替え文化，要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日本电视台都还在草创阶段，自制节目数量不多，所以很多都仰赖从外国购入的影片。但是当时的电视尺寸小，解析度又差，字幕对老人家和小孩来说阅读非常吃力，所以才开启了影视作品的配音文化。而这个文化也追到电影圈，吹き替え版电影就保留到现在啦。其实台湾早期的香港电影也都是中文配音版，只是后来随着观影习惯的改变，渐渐比较喜欢看原音版，配音版电影才逐渐消失。但是很多做给小孩看的卡通动画都还是会推出配音版，就是为了让小孩方便理解内容哦。最后一个是我们日本人觉得很正常，但对台湾人来说满脸问号的文化，那就是女生的除毛文化啦。相信大家到日本旅游的时候，不论是电车上的广告看板，或是街上的灯箱广告，都很常看到全身除毛、全身脱毛的广告。只要到了夏天，因为穿的衣服变少，露出的肌肤面积变大，就会进入除毛旺季。至于为什么女生一定要除毛呢？这跟民族的审美观有关。对日本人而言，肌肤看起来利落干净，摸起来滑嫩才是美。日本最早在平安时代，贵族阶级的女性就已经有为了让耳朵形状整洁好看，会拔出所有的眉毛，自己手绘新眉毛的文化。江户时代后期的文献中还记载，为了处理多余的手毛、脚毛，而有除毛机的发明呢。就是因为除毛文化在我们日本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对很多日本人而言，鼻子以下都不能有毛，是很基本的观念。假如不小心看到手或嘴边有汗毛，甚至会让人有一种没礼貌的印象。今天跟大家分享了5个台湾人理解不能的日本文化，有解开大家心里的疑问吗？大家还想了解哪些日本文化？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下一次有机会就会帮大家介绍哦。另外，我们也在脸书成立了自己的日本选物社团哦，严选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只送台湾。欢迎喜欢日本潮物、日本商品的大家，在 FB 搜寻 Michi Shop 脸书社团，记得逛逛哦。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啊，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ほな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さよなら。